報告團長，1984五九首長書記是向左万岁劉化儀，今天向你致敬。96岁的遠征軍老兵劉化儀終於到團長墓前敬了一個遲到77年的軍禮，這是他人生的第2個願望，而他最後一個願望直到臨終前才實現。我是孫春龍，一個打掃戰場的人。去湘西是他最想去的一個事情，惦記了好多年了。他的老團長啊，對。這個經過我就曉得，這是我那個老團長的地方。原來不叫張家嘎，叫大勇。我是幾十年很渴望，想到了到墓地燒一燒，幾十年的願望啊，不是一天吶，今天實現的了。劉化儀出生在長沙的劉公館，父親劉俊傑是長沙警察廳警務科科長。劉化儀3歲那年，父親受何書衡派遣在湖南掀起了农運風暴，後被告密，被槍斃於浏陽門外十字林，家產盡散。1938年秋，维西大火，長沙變成一片焦土。與其坐着等死，不如去前線。1939年，14歲的劉化儀到了廣西軍政部第213官兵收容所救助傷兵。1941年，他加入了54軍198師594團，也在這裡遇到了團長秦子斌。他沒虧了過我了，他看到我是個真的是跟這屋裡的個娃娃一樣的了。每天小孩子是要讀書，感冒了，一晚上困都困不得，第二天早上來就去家，真的感冒了，為什麼不上這衛生裡嘅？1944年，汴西大反攻打響，594團奉命攻打日軍扼守的高黎貢山北齋攻防據點，傷亡慘重。團長秦子斌重傷依然堅持指揮，594團最終攻克了北齋攻防，團長卻因傷重不治，壯烈殉國。嗰隻火箭炮一來，把它堵了，等佢這膝蓋骨要血個里，流血過多啊，就無法過高的就在那裡犧牲的。當時我就很傷心的了，因為這個戰爭就讓過慘了。團長和戰友們犧牲時，劉化儀已經被調往昆明從事後勤工作，後來又在戰場和生活中輾轉，一直未能到團長和戰友的墓前祭奠，這成了劉化儀一生的遺憾。2019年，志願者陪着年過90的劉化儀到了雲南騰衝國殤墓園。劉化儀含着淚說：“這些都是我的長官啊！”他登上小潭坡，敬獻鮮花，深深鞠躬，與逝去的戰友隔空相望，訴說了多年的思念。騰衝圓夢2年後，劉化儀終於抵達張家界祭奠團長秦子斌。團長1944年犧牲後被追封少將，遺體送回老家安葬，墓地在張家界回龍觀烈士塔右側的半山腰上。時年96歲的劉化儀不顧年邁的身體，執意徒步上山。爺爺，現在爬山累不？要開始往上爬了啊！開始，走。爺爺，馬上要到了啊！來到墓前，劉化儀抬手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報告團長，1984五九首長書記是向左萬歲劉化儀，今天向你致敬。我感謝你在我的朋友，在你的麾下當兵，我是感到無限感恩的。我沒有辜負你的培養，我也沒有辜負我的效益。他顫顫巍巍地為團長敬上一炷香，指尖輕輕摩挲着冰冷的墓碑石面，仿佛他還是當年那個17歲的小兵。此次張家界祭拜之行，我全程陪同，親眼見證，被老人跨越半生的赤誠與執念深深打動。返程回到長沙後，一路相伴照料老兵的志願者王海燕鄭重向我托付了一份沉甸甸的心願。兩人在劉化儀爺爺88歲那年結緣，數年朝夕相伴，暖心守護，早已超越普通志願者與老兵的情誼，親如家人。王海燕告訴我，爺爺有3個心願，一個是去騰衝祭奠戰友，一個是到團長墓前敬一個禮，還有一個是出版一本回憶錄。前2個都已實現，唯獨最後一個心願遲遲未能落地。他懇切希望我能接過這份囑託，幫老人完成這份最後的未了心願。這個願望讓我想起了滯留緬甸的遠征軍老兵劉輝，
他也曾送我一本手寫回憶錄，年近90旬的他一筆一畫寫了3年，儘管裡面錯字連篇，但對我們而言卻無比珍貴。後來我才知道，他用小學生的作業本手抄了很多份。這些老兵再也拿不起槍，卻顫巍巍地拿起筆，一字一句記下自己抵禦外辱的記憶。有的不會寫字，就將過往一遍遍口述給後人聽。他們這樣做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怕被遺忘，怕那段歷史隨自己的離去而消散。他們的故事，他們的記憶才是歷史真實的血肉，而歷史需要銘記與傳承。我們決定從硫化铴開始為老兵編輯印刷回憶錄，這個決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湖南延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何玉軍先生免費提供了印刷支持，還得到了非常多的热心人士的慷慨捐赠。2023年，硫化铴的身體日漸衰弱，而他親自命名的回憶錄《滄桑歲月》樣書終於送到了他的手中。封面就是沧桑岁月，作者是硫化铴，这是您的回憶錄。我們生日啊，牢記民族恥辱。人生最後的心願已完成，在病床前，他拉着志願者王海燕的手，字字懇切地叮囑：你告訴家人，我們中國人吶，要記住，自己的根本就要做。這短短一句話，承載着一代軍人的赤誠，也是他留給後世最滾燙的囑託。2023年1月20日，硫化铴歸隊，享年98歲。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這一生確實就像駛入未知海域的船，年僅14歲，受抗日救國思想的影響，毅然從軍。抗戰勝利後，立馬棄職回到老家，不料命運弄人，再次陷入戰爭，受盡顛沛流離之苦。新中國成立後，當上了人民教師，卻在動亂年代含冤入獄，兒子也受到牽連。這幾十年，老朽做的是一個漫長的噩夢。幸好趕上改革開放，孫輩爭氣，家庭興旺發達，而我這抗戰老兵也得到了國家和社會的認可。如此美景，是我連想都不敢想的美夢。我理解他說的美夢，這是數萬志願者與上千萬捐贈者一起陪抗戰老兵們度過的晚年。硫化铴是在2015年被湖南老兵之家的志願者尋訪到的，他住在湖南湘鄉的老家。負責照顧爺爺的時候呢，88歲。爺爺在長安縣的時候，基本上每個星期都會來找我。在我辦公室啊，我給一本書給他，桌上不是有2條凳子嗎？那個老板凳他坐的更多，我就坐旁邊的這條小凳。也或許是我陪他，也或許是他陪我。90歲生日的時候，我就號召我們的志願者浩浩蕩蕩地開了10輛車去給爺爺祝壽。當時他的營長房福英的兒子也過去了。爺爺跟他的營長包括他的家屬走得還比較近，我當時特別激動，就是他們家裡有一口池塘，那個池塘裡是那種山泉水味的魚，特別甜特別好吃。他把整個一池塘的魚全部撈上來，每人2條給了我們志願者。爺爺那一剎那就覺着我終於挺直腰桿做人了，就特別有底氣。民間關愛抗戰老兵活動已有20餘年光景，我是2005年接觸這段歷史，直到2011年才專職投身這場救贖之旅。從解決老兵們的溫飽，改善居住環境，再到還給他們尊嚴與尊重，這場發端於民間的公益活動讓無數老人有一個幸福的晚年。而參與這場活動的人和在國難當頭之際義無反顧走上戰場的中國軍人一樣多。抵抗侵略是他們的義務，銘記他們是我們的責任。這個時代的人同樣有血性，也有擔當。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爺爺。你看了，要现在回家了。